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多数时候怎么对我的兰花来进行给水的操作。这些操作呢，跟我每一个月月底一次会用持有清水来为它们进行一些冲洗是不太一样的操作，所以这个呢是我大多数时候的一个兰花给水的操作。对新手来说呢，水分控制是最难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影片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不管水是调好肥料的水还是清水呢，这个容器就是我拿来承接水的容器。那这个杯子呢，其实它是一个8盎司的杯子，但是在底部有一个刻度，那一条黑线呢是1/4杯水量，当然1/8杯就大概是它的一半左右。我买回家后还没有换盆的兰花都会用一个透明的杯子把它们进行一下阻隔。那有时候呢也是因为给水这样比较方便，我会呢看它的介质因情况而定，给1/4杯或1/8杯。那特别是它们如果杯底已经有根系的话呢，其实我又更不担心了，因为呢甚至给1/8杯它就能够完全吸收得到。那像最后这2颗呢，它的水草比较多，所以呢我有给它到1/4杯。那水培兰花呢，一般来说我喜欢提供1/8杯的水给半水培的。那全水培的话呢，一般来说1/4杯的水如果杯底已经有根系1/4杯的水的话呢，是非常能够撑到1个星期。那介质半水耕呢，它最好的情况就是像这样子，根系已经长到杯底，所以呢我只要给它1/8杯的水，它底部的根系就能够帮这整颗兰花进行吸水的功能。所以呢1周的干湿循环只需要用到1/8杯的水。那这颗兰花也是另一个介质半水耕的一个例子，它有根系已经长到蓄水池里面了，所以我每次给这颗兰花的水量呢，大部分也都是在1/8杯这样的量而已。那如果你的水里面是有加肥料的话呢，其实你要注意的是，你倒进去的时候，倒的位置还是要最好离开根系。你看这边有一些根系，它上面是有呈现一些焦黑的现象，那个就是它有肥料的水干掉之后呢造成的一些稍微微微烧根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就避开这些非常新鲜的根系，然后把水慢慢的倒进去就没有问题。那接下来这一种类的兰花呢，其实为了要省水，所以其实呢我给它们水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我会把它们倾倒，然后一样给到1/4杯的水，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让它们自己吸收。那放回架子上的时候呢，我还会有1个晚上的时间让它们垂直着在杯子里面，原因是因为要让它们能够滴干水，再把它往上挂。因为呢如果你直接往上挂，它水如果还会继续滴，就会滴到下一层的其他兰花上面。这颗兰花呢是我的第1颗杯挂的这个种植的实验品它其实呢也是每一次只得到1/4杯的水，除非是1个月月底那一次我完全是用清水浸泡，我就会把整个杯子几乎89%分满的这样泡着，否则的话呢一样是1/4杯，把它倾斜，过了半小时基本上应该全部的水草都会非常的湿润。再来的2颗小兰花呢是杯底有洞，但是我用内外杯交叠的方式来进行给水，让它们在底部用泡的。那每一次呢它们基本上也是一样是1/4杯的水量。那因为只有底部有水，所以我会斟酌看情况呢，还是利用倾倒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概杯子的1/2甚至2/3呢是能够接触到水，让它能够慢慢的吸收上去，这样就没有问题啦。至于水苔无洞种植的这种兰花又更简单了，基本上呢1/8杯的水1个礼拜就可以达到干湿循环。那这1/8杯的水呢，可以有肥料没有肥料随便你，但是呢基本上那个水
定量就没有问题。那一样就是这一边呢还是要注意根系的地方你看有一些地方还是稍微有一点这种咖啡色，那个就是因为肥料的水干掉之后呢，那个浓度变高，而导致上面的有一些根系稍微微微的烧根那这颗也是一样，是杯底无冻的水苔种植，一样是1/8杯的水就足够让它所有的这些水草都能够湿润，然后达到一个星期的干湿循环。接下来的这2颗呢，算是无机介质杯底有冻，所以我有时候会称它叫做传统的种植方式，因为杯底有冻，但是使用的介质是无机不会腐败的介质。那你看到这边一样，它根系长得很好，在下面都有很多的根系了，所以其实呢我也是可以透过就是杯底的部分内外杯交叠，让它可能有1/4杯的水量泡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把那水倒掉，那它这样子里面基本上呢就能够呈现比较湿润的状态，就不需要全部整个杯子里面都要泡到水。那第2颗这一颗呢，其实有时候杯底水如果过于多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透过杯底有冻的这个现象倾倒它，让它能够多余的水流出，再放回去原来的杯子里面就可以了。那这2颗呢，其实它就是一样是用水苔的种植方式，那它的盆比较不一样，但是其实换汤不换药。我也是为了要省水，因为我的水制作成本比较高，是逆渗透的水，滤芯很贵，所以呢我就是尽量省水，那也是调到知道说它需要怎么样水量的比例是能够足以让它能够全部介质都湿润，就能够不要浪费额外不需要浪费的水。那这一群迷你蝴蝶兰呢，它们的下面总是有这样一个塑胶杯，目的在于我给水的时候呢，这些塑胶杯能够承接那个水，那一样是定量1/4杯，从上面往下倒进去的时候呢，它杯底就会出现一些多余的水。那这多余的水其实你只要找到一个黄金比例，你会知道那些水呢基本上过了1天之后就会被这个瓦盆自己吸收进去，这样子呢除了介质湿盆也湿，其实就能够很帮助这颗兰花好好的吸收水分。接下来是影片的第2部分呢，是几颗比较根系气根长一点的兰花。我偶尔，不是每一次偶尔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些气根呢也能够稍微的吸收一些水分，要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气根的确会因为湿度过低太干而导致它可能几乎快要死掉。所以呢，你不是给它来一点喷雾，时不时来一点喷雾，就是要像这样子偶尔呢稍微给它泡一下，让它记得它还是具有吸水的功能。那我个人是不喜欢用喷的，因为有时候喷的这样子的东西呢难掌握，有时候通风不好，不小心那些水珠跑到叶子中间去，如果再加上夏天天气太热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兰花的一些叶子中间组织的溃烂。所以呢，我是喜欢用泡的方式。那像这些兰花，它的气根都非常的长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那我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呢，把它这些根系小心翼翼的慢慢的放进去装有高水位的杯子之后，就让它们泡。当然你不可能泡到全部的根系100%，但是呢能泡多少算多少。其实泡完你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还真的是生命蓬勃的样子。那影片看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其实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在平时给水的时候，基本上因为已经对这些兰花很熟悉，所以我给它们的水分的量是定量所以呢新手有时候不小心会给太多水，然后通风又不良的情况呢，可能就会造成本来应该要1周就达到干湿循环变成2周甚至3周，给水给太多的时候呢就会造成烂根。那我这边呢因为对这些兰花都很熟悉了，所以我给他们定量的水，我知道他们就是在1周左右就会完全的干。当然保险起见，你宁愿水给少，然后等到它真的很干，看到重量很轻的时候呢，感觉到重量很轻的时候呢，你再
多给一次水，即便没有1周，这样子都还是比较保险一点。毕竟兰花呢是附生植物呢，它比较怕湿，反而不怕干，所以呢偶尔过干其实不会怎么样。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冬天的时候呢，偶尔有一些兰花我的确会把它移位置，然后让它也来晒一晒冬天的日光浴。冬天的阳光呢，因为它的这个倾斜的角度比较小一点，所以它的阳光没有那么强，所以有一些我觉得平时可能比较不容易照到阳光的兰花呢，给它们来一点直接的阳光。兰花我说过其实要间接日照，但是有一些兰花呢，其实直接日照是 OK， 但是冬天的阳光是最好，特别是如果你是朝南的这个窗户的话，又是直射，就可能要小心一点。否则的话呢，冬天的阳光让有一些兰花，特别是加德利亚兰或者是万代兰的兰花呢，尽量靠近窗户，对他们来说呢，生长上是有帮助的。影片的最后再温馨的提醒你一下，定量给水，如果不确定的话，宁愿少给水，然后多给一次，也不要一次给太多。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